花少八还没播，邓为已经被安排了3份工作，第一份狼王，第2份搬运工，第3份行李箱压缩师。前一秒他还在南美街头顶着一张不太好惹的脸，被网友喊成狼王。后一秒镜头一转，这位狼王没有忙着巡视领地，正在低头搬箱子。别人上旅行综艺先贡献表情包，邓为上旅行综艺先贡献体力。那问题来了，一身狼系造型负责吸引注意，最后让他出圈的怎么就成了搬行李？这是节目没播，人设先跑出来了吗？在7月初，花少八开始集结录制，这是邓为第一次以常驻嘉宾身份参加长线旅行真人秀。从北京出发到墨西哥落地，路透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其他人在说话、找东西、等车，他经常站在行李旁边，准确一点说是站在一堆行李旁边，然后开始搬，搬完这一件再看下一件，推车装满了就继续找地方塞。网友看了一圈，直接给他起了新称号，搬行李永动机。出发时他还准备了多份伴手礼分给同行嘉宾。节目组后来放出采访，他说自己只带了5双鞋，鞋子其实就那几双，可能就只有5双吧。粉丝看完路透又数了一遍，帽子大概3顶，听起来不算少，但放进明星旅行综艺里竟然透着一股朴素。因为有些人的行李箱装的是衣服，有些人的行李箱装的是造型。我们来看邓为的打包方法，简单又透着熟悉感。 Anyway 就有一个原则，只要箱子还能合上就不算满。我们来看狼王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说实话，狼王很抓我的眼球。路透里的邓为身形修长，走路带风，部分造型偏硬朗。照片一传开，狼王炸街，帅气的狼这些称呼很快跟上了。这样的反应很好理解，路透没有完整剧情，声音有时听不清，大家只能先看造型。一个男演员走在南美街头，轮廓更明显，状态够松弛，网友自然会迅速给他添一个容易传播的标签。狼王只有2个字，比身形挺拔，气场偏强，穿搭带有野性质感，省事多了。可问题是，这个称号只能解释大家为什么点开照片，却解释不了大家为什么继续看他。帅哥路透每天都有，能让网友盯着一个人搬箱子，甚至开始研究他搬箱子的顺序，这不是仅靠造型能完成的。那为什么搬行李比摆造型更有效呢？若把狼王和搬箱子放在一起，反差太顺了，大家可能以为会看到一个负责提供画面的高冷男嘉宾，结果却惊掉人下巴。做他出场之后，似乎提供最多的是劳动本身。怎么说呢？搬行李这种事很难设计出什么惊天大场面，他没有台词，不需要慢镜头，甚至不够资格配一段燃相音乐，就是看见东西没人拿，顺手拿了，看见车要推就过去推了。单独看每一件都芝麻大的小事，但连起来看，大家就会产生一种很生活化的判断，这个人眼里有活。这4个字比暖男、绅士、高情商更容易让人欢喜，让人信任。因为这里提到的有几个词已经快被娱乐新闻用成公用印章了。地平水可以盖绅士，说一句谢谢可以盖修养好，稍微笑一下再盖一个情绪稳定。而眼里有活不一样，它听起来不像宣传语，却更像家里长辈看完之后点点头说这孩子出门能用。有人会疑惑，花少为什么特别会改变观众印象？邓为这次参加的偏偏又是《花儿与少年》，这档节目表面拍旅行，实际经常拍出一场大型人类观察。明星参加晚会可以提前准备服装，接受采访可以提前看问题，拍电视剧还有角色和台词挡在前面。可旅行不太给面子，飞机晚点不会先通知艺人团队，箱子超重不会因为你有粉丝就少算2公斤，走错路的时候导航更不会自动给明星留台阶。很多时候人一累，很多细节就藏不住了，谁负责找路，谁愿意收拾残局，出现分歧时谁能把话说清楚，所有人都没精神的时候，谁还记得检查东西有没有遗漏。这些画面放进花少，观众可以讨论好几个月。这个系列的第5季曾因为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和自然相处获得较高口碑，到了第6季评价出现明显落差。总导演后来还公开回应过外界批评，但花少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他能把一个小动作放大成性格证据。有时这个放大镜开得太大，嘉宾就是叹口气，网友就可以为此写800字人物心理报告。说回邓为，他这次为什么吃到了路人缘？他过去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主要来自古装角色
红毯品牌活动和公开照片。这些场合里的他通常是精致的、安静的，距离感比较明显。你知道他长什么样，知道他演过什么，却未必知道他和一群不太熟悉的人出远门，或是什么状态。恰好这波路透补上了缺失的空白，让网友有种恍然感。原来他不是全程站在旁边保持神秘，他会搬行李，会准备见面礼，会在大家移动时帮忙处理东西。这种变化其实不复杂，不需要大家去发现一个全新的邓为，只不过看见了决策和造型之外生活化的他。或许有人会问，搬几个箱子就能证明性格吗？那我们就踩一下刹车来看这件事。搬几次行李当然不能直接换算成人品满分，一次主动可能是礼貌，一段几秒钟的路透可能只是漫长行程里被拍到了一小块，何况节目还没播呢。现在流出来的画面大多是好看、有趣、容易传播的瞬间，路透可以提供初印象，不能代替整段旅程。狼王是网友起的称号，靠谱大哥目前同样只是提前形成的期待。真正考验一个旅行搭子的，从来不是刚出发时精力充足，手里还能同时推2辆车，而是连续赶路之后大家都累了，计划突然改变之后有人开始烦了，意见不同的时候气氛卡住了。到了那种时刻，一个人的反应才更有信息量。如果现在就说邓为已经凭花少八彻底圈粉，还是太早了点，只能说他的开场确实不错，至少第一轮旅行搭子面试他没有坐在旁边等通知，他直接把面试官的行李搬走了。那在正片播出后，邓为要面对什么？我想到节目真播出时，我更想看的是这3件事。第一，他会不会一直主动承担事情？机场搬行李是开局，之后还会有找路、做饭、算账、安排行程。旅行里真正累人的往往不是重量，是琐碎。第二，他出现不同意见时会怎么表达？邓为给人的印象偏安静，但吕宗不可能永远意见一致。安静的人遇到分歧，可能选择退让，可能把问题讲清楚。还有一种可能，先不说话，然后默默把所有事情做完。第三，他有没有综艺里自然的幽默感？这几天的路透已经出现一些比较松弛，甚至有点可爱的画面。对长线综艺来说，稳定可靠可以建立好感，但有趣才能让普通观众持续追下去。当然，他不需要突然变成气氛组组长。假如一个团里7个人都在抢着说梗，那旅行还没开始，观众就先累了。所以说，花少八还没播，邓为先靠2种完全不同的画面拿到了关注。街头造型让他被喊成狼王，成为了他照片的新记忆点。搬行李让他这个人有了生活感，一个负责把观众叫过来，一个负责让观众多停一会儿。这套组合比连续10条邓为状态绝佳的通稿管用。我们都很清楚，外形带来的关注很快，行动留下的印象更具体。不过路透只是开场，正片才是长跑。邓为最终能不能从搬行李永动机变成这一季真正有记忆点的旅行搭子，还得看疲惫分歧和意外出现之后，他是不是依旧保持现在的状态。你更期待在花少八里看到哪一种邓为？是被喊狼王的强气场，还是那个不声不响已经把箱子搬完的人？邓为本尊解答，请欣赏。衣服做准备啊，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私服，然后也有造型师帮我搭配的，也是我自己再进行一个2次搭配。